关卡命，各位挑战者接下来将会聆听3位来宾的陈述，其中1位曾被法律判定为重大刑犯。他说：“你终将无法逃脱这个枷锁。”所以你有可能会因为身边的人而去影响你未来可能做任何事情的决定。人家讲的话你听不懂，你是进监狱之后呢才有所体悟，人家那时候在讲什么。你在小时候的时候，你有在公庙里有服务，年轻的时候会很冲动的去做一件事情。你是用什么算的？台湾地位全方位灵能师究竟在哪里？欢迎收看今天由 Achieve 契机科技赞助播出的《灵能的挑战》。那今天非常荣幸有机会可以邀请到契机科技的业务经理 Maggie 来跟大家聊聊。Maggie 你好。Hello， 大家好，我是 Maggie。Maggie 跟大家聊一下说Achieve 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品牌吗？Achieve 是世界第1家脑厂的应用品牌，基于李嗣涔教授研究脑厂理论30几年嘛。那我们就是基于这个理论呢，开发出能量商品。可以跟大家分享前面的产品，就是有脑气元宝跟脑锭，其实功能都很类似啊，它就是产生脑场。这一台叫脑锭，那它背后有一个皮垫扣环，就挂在手机或是包包上。然后到办公室的时候，我就会这样放在旁边，然后它长按这个开机键就会亮灯。这个的话是脑气元宝，比如说你睡觉冥想的时候，一个私领域空间的使用，很适合有在冥想的人，然后你原本就会佩戴一些想要帮助自己磁场、气场东西的人，没错，它就可以戴在身上。所以是我们的这个契机科技。挑战者，请问你的选择是？我的选择是 A。大哥你好，老师你好，你好。是，那大概我们先从时间的部分先开始聊起好了。时间以我的推论的话，大概会是在2000年，也就是大概19岁左右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认为，被判重刑的人通常是这个罪犯恶人。但是其实以大哥的命盘来看，其实你的内心是非常善良的，对。那其实在这个我们说，我靠呀，因为我非常怕镜头，而且我非常吃重环境。我在熟悉的地方，我比较能表现得自然。但是当环境或者是这个比较陌生的人群的时候，我就会怯场，我就会发抖，我就会就会紧张啦。对。好。大哥当时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被踩到底线，然后被刺激到了。对于这次参加比赛的期待，基本上我是平常心看待，对，因为我还蛮害怕镜头的，所以想说当做一个挑战吧，对，然后就是至于结果的话就不会看太重这样子。那我选择 A 大哥的原因是因为我看了他的大运以及流年，我相信当时一定也有发生一些对他人生当中影响很大的事件，希望有机会可以跟他聊聊，印证一下到底事情是怎么样。那比较可惜就是没有答对这样子。挑战者，
请问你的选择是？ B， 你好，你好，我看到的是你之前是做类似像走私的工作，然后是有开车的，在这个过程中曾经下车吧，还是到某一个像便利商店的外面打电话，是听到有什么样的声音跟你说话，像是神佛的声音之类的，然后你去自首。是怎么样算的？道教的神佛来讲，对我来说是改变我人一生的一个转捩点，是因为他们，所以我才会开始改变。就是脑袋会有一些画面，我感觉你中间有一度是不想做这件事情的。我不太确定你那通电话打给谁，但是感觉是在烦恼这样子方面的东西。然后你现在是有在做一些公益吗？然后慈善的东西这样子。所以你是说我犯的错是你看到的？对。从哪边看？我一定要有看到你的脸，不管它是照片或者是人，对，没有一定要名字。哦，所以就是要看人就对了。对对对。拿一个吗？两个。当他在进来的时候，他会说他看到您有走私、开车，听到这些讯息的时候，您心里面什么样的感受？有对到那些蛛丝马迹细节部分吗？其实是没有。没有。对。那我们看一下，您为30号奥克老师打多少分？就给他5分。5分。好。挑战者，请问你的选择是？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我可能是时间最长的一个在抽牌的人。可是我就从3个里面就在看他们的故事，但是对我来讲为什么很卡关？因为对我来讲他们的故事都有一点点雷同，都有一点点像，所以就让我觉得越来越慌了。2号B。其实我一直以来的抽牌的经验是，我一定要跟客户在面对面的同时，我其实才有办法去启动这个我所谓的占卜哦。那当然，我刚刚在休息室的时候，我有抽你的牌啊，就会觉得说，其实你是一个非常非常重感情的人，你是一个非常非常重义气的人。或许曾经做一些错误的决定，或者是一些可能让你觉得后悔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其实这都不是一个你愿意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你的内心深处啊，你有很深的一种感动，但是呢，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压抑的人。很多事情你其实是不会跟外面不会外说的。他可以凭着牌塔罗牌，然后去分辨出猜到是我，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对他的一个专业度有一个就是认同。我觉得你是一个老灵魂，很多事情其实你都了然于心，只是你要做到哪里，你要做到哪里。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也是一个不愿意让别人担心的人。我摸到他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我全身发凉，然后在看到他的那个卡片的时候，我就有莫名觉得很寒冷的感觉，那个不寒而栗的感觉是有另外一种因素存在。我刚刚其实一直在抽你的牌的时候，一直在抽到钱币牌。钱币牌代表什么？钱币牌其实就是一个物质的世界，可能它是一个金钱，可能它是一个现实实相的社会里面。其实我刚刚在抽牌的时候啊，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当然是这件事情是我给你的建议啦。其实你做很多事情啊，当你把爱的能量拿出来的时候，其实你是一个可以发挥到更大极致的一个可能性的。其实他有说到一些重点，就是我们平常不会对外
侃侃而谈的事情，对，然后就是不太会跟人家分享关于自己独处会思考的问题。当然，我觉得你对你自己，其实我相信其实是有些期许的。我相信你现在的成就跟你现在所有的点点，可能都还没有到你觉得你非常满意的部分。今年的流年啊，你会更需要安全感，所以多去把你自己的想法好好去落实，好好的规划落实，我觉得对你未来，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的。好，那对于这么阴柔然后很温柔的老师，您给他打多少分？给他15分。哦，很高，15分。当他一走进来的时候，其实我内心真的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有觉得有一种悲伤的感觉，所以我也跟他说，希望他把他的爱的力量拿出来，好好去面对，好好的放下，好好的重新开始。我相信他走在这条路上了，我们一起祝福他。大哥你好，老师你好，不要紧张。我可以麻烦你想着你的青少年时期，帮我写一个字吗？来，我有纸笔，麻烦了。谢谢。家里的环境小时候是不是不太好？然后你求学的时候有被很像邻居或是同学误会过，就是被他们误会，然后你那时候心里非常的不好受。小时候很担心妈妈的身体，她脚不好，有拄拐杖吗？没有，没有拄拐杖。那脚还好吗？还 OK， 还可以。他可能会比较有风湿性的关节的部分，尤其是他的脊椎、膝盖，帮他多注意一点。有时候生病都不想去看医生，不要让他撑，就带他去，对他比较好。我是用一般通灵，还有读取他说话的频率的真伪。因为当我读到 A 的时候，他说的是还蛮真实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照顾妈妈的人，所以我特别针对他的家庭，就是可能他妈妈的身体状况去给他一些提醒。我其实很犹豫，这犹豫哪个 ？A 跟 C。哦，那跟我一样啊。那你通到 A 是什么？他有犯罪吧？我觉得他们3个都有啊。挑战者，请问你的选择是？我选 B。你好。没有。你曾经做过的这件案子影响了很多人，跟毒品、枪击还有金钱都有关系。你自己应该也有受伤。那在金盆洗手的原因呢？应该是因为可能获得了神明的指示，或是梦到神明，或者是感受到可能跟关公或者是玄天上帝有关，比较是东方的神明，男性的东方的神明有关。对，或是忽然遇到一些不可思议的，看到一些不可思议的画面，然后开始金盆洗手这样子。我曾经在梦境梦到一些我的过去式，最神奇的梦就是梦了4辈子。哦，一次梦到4辈子。然后看到今生遇到的人，然后那时候是穿着古装的。对，当他在讲这个时候，我就那些画面就开始浮现出来。然后现在我看到的是，你现在还蛮就是常常会去捐钱，或者做一些很好的事情，这样子。结束了。就这样。对。那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为6号谢尔老师来评分，就给他5分。虽然是很有感触，对，但是我们也是要看细节的真实度有多少。好。你好，老师你好。我这边刚刚读取到的讯息是说，
那个时候事情发生的当下，这个决定对你而言是很痛苦的，然后你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神明要跟你说，你现在已经不是过去的你了。他叫你要相信自己。那个时候你很迷惘啊，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嘛，然后我们就是犯错了，可是你也为自己所做的这个事情来负了责任。那我不太知道说，就是确切到底是犯下了什么样的问题，可是我有看到，可能是跟火有关，然后跟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可能年纪比你大，对你而言是很有魅力的。那可能你是有跟朋友一起去讨论，所以你不是单独一个人来起这个念头。那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请问是哪尊神？是陈强，这边请。我其实是在看到他资料之前，然后我就先抽卡，然后我就问了一下神明，但我觉得虽然最后不是 A 啦，可是我觉得可能也是有缘分吧，有一些话可能可以跟他讲，所以那时候神明可能主要就是想要跟他说，他现在是有能力找到他的目标跟方向，然后他持续的做就对了，就给他一个信念，让他知道这个方向是对的，不要质疑自己。因为这样的话，以后我有那个的话，可以那个。我们先问一下他学什么。每个人都来被考问一下，我们都有讲。真的假的？真的。你不想讲吗？我选 A 啊。那请坐这边，坐这边。A 区耶。就他，就只有我啊，怎么样？所以答案是什么？是 B。是 B。是 B。那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之前他们是说感觉是车手类的诈骗，车手类开车，然后感觉应该是那个我的感觉应该是你知道吗？我刚讲什么？他车手，他在山上偷渡一些海洛因，然后后来他去自首，走私毒品。我有看到毒品跟钱，对啊，还有枪击。我没有看到枪，但是我看到蛮多白粉。挑战者，请问你的选择是 B。我刚刚看到你的帽子，白色那顶帽子，其实散发着很浓厚的餐厅的味道，然后看到的画面是有一碗面，我感觉到的讯息是你刚3位里面就只有你是真的有杀气的，表面上其实隐藏得很好。看到他的第一眼，然后和他有正眼相对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气场在我感受得到，不太想去直视他，因为就是怕他会发现一些端倪出来。对对对。和他面对面之后，他又说了一些话，让我觉得就是是真的有在修行的一位老师。对，你犯的事情应该是在20岁之前有杀人，但应该是误伤。你的本性其实不错，所以我看得出来，其实你今生的命格其实就是会走这样的命。我看到的讯息还有你上辈子是当过刑警，你这辈子跟2个女生非常有缘分。我想这一个是你的妈妈，一个应该是你的伴侣。妈妈，我感受到的是她从来就没有放弃你。这个好像听说就是你没有对外讲过。其实活到40几岁，就是妈妈对我们不离不弃的。对，不管你犯了什么错，她总是就是在默默在后面一直支持着你，然后再鼓励你说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该做。我的小孩也都是我在服刑的时候他帮我带大的。这一生最大的不幸也是你的幸运，就是你叛逆的早。叛逆的早，你是一个很冲动的人。其实你穿的衣服，我觉得掩盖不住你的杀气。其他2位有露刺青，但我觉得
你的刺青应该更多，也许2只手都是。那时候是因为15岁发生，然后妈妈就是因为不让我进去服刑，一直帮我打官司。听说您当时还坚持想要进去，义无反顾。因为那时候的观念可能就是比较偏差，你一定要进去过，你才会成为一个严哥。然后就是告诉我妈说，无论如何你们不要再帮我打官司，我一定要进去。但是我觉得你还是一个善良的人，你也愿意帮助这个社会。那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洗涤的罪过，因为人生我觉得所有的开始都是当下，一念起万念生。我觉得你已经走了选择对的路，过去的那一些其实就当是过去，还有你后面都有神明在，保护你，而且神明是有一尊男生的，一尊女生的，你也有一颗慈悲体贴的心，这样就够了。好。你是从哪边看出来说上辈子的事情？就是你们人一出来，其实我觉得就清清楚楚。那所以你感受得到说我后面有神明的存在？你跟神明蛮有缘分的，但是你是走宫庙那一派的路线。我觉得信仰对你的人生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它会是你这40以后陪伴你走到最后的一个关键。愿意面对这4个字，我觉得在你人生占了很大的比重。你跟很多人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好，谢谢你。哇，这个就是看过往之后就知道今生现在要该怎么做。谢谢。那我们来为文哥来评分，您会想要给他多少分？给他15分。好，很高的分数，15分。人性本无善恶，那善恶在于异动。异动就是每个人的意念，所以一念之间就可以改变一个人。所以善恶在于我们的分别心，我们只要心动了，我们就可以选择从善从恶。其实说到底，我觉得一切在于人的选择。然后，对，你用什么方法的？对，你怎么看？人出来我就看到了，通灵。对，然后就直接跟他们讲，只是时间关系，就只能讲他的发生的故事。才讲不完。那我想问你，那你觉得他发生的故事是什么？他年轻的时候误杀人，但是很年轻。跟你们故事差不多。我觉得他的袖子底下应该是满满的刺青。什么方式？什么方式？就应该是误杀吧，打架，然后不小心拿东西把人家就不小心把他嘎了，弄死了，对啊。那他金盆洗手的原因，他不是说他2个女人，一个是他妈，一个是他伴侣。不是不是什么灵异，就是他不是在玄学的事情，所以他才金盆洗手的吗？好像也有。他说因为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才对。讲那个神奇的事情，你看到什么？我看到一个很模糊，因为我是用塔罗牌，就只能讲得很大概，就是可能被神明召唤之类，或是对我看到的是这个，然后我是有讲，因为我感受到的是可能关公跟玄天上帝，就是比较男性的这种方式。他是突然听到神佛的声音，对我是感觉到这样子。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创立这个品牌？大家现在其实都是处于在一个VUCA的时代，它其实是代表着高变动性，然后有不确定性，然后未知模糊的，所以它就是在形容现在这个时代。因为疫情之后，大家有很多不确定性嘛，那在这个不确定性底下，其实会很容易焦虑。真的我人生当中就是科技很发达，但是人的心灵不一定更平静。所以契机一直在提倡的就是希望去唤醒大家内在的安全感。因为大家可能对于扰场这个词也蛮陌生的。对，如果别人问你会怎么讲扰场？扰场简单来说，可以把它理解成水晶气场。所以你们有实体的产品可以去让大家比较安全感。它放在办公室的桌上旁边的时候，其实就是带给我们一个很像是静心陪伴的一个提醒。对，可以提升你的。还是这样放在旁边。没错。然后这个是私领域，可能放在床旁边。对，我自己就放在床头旁边。
常常有很多客人可能睡不好，或是他冥想的时候不太容易进入那个心流状态，那就会使用这一台。我们会建议大家在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可以有4个目标去感受看看。第一个是你身体的体感，如果你是对于能量的敏锐度比较敏感的人，他其实一拿产品的时候会感受到有一股气流在身上走。那另外一个是情绪，可以去感受一下你的情绪，如果现在比较焦虑、比较激动、比较愤怒的话，它有没有帮助你去达到比较平静的状态？再来是思绪，有时候工作真的会杂讯很多，那它放在旁边的时候，可以帮助你提升你的专注力，然后甚至是其实创作者也很适合，真的因为会给你很多灵感。很乱。最后就是在空间的场域，尤其是很多人他真的比较敏感，去到某些地方他就会觉得这边气场不好。很多人会这样对，这时候就拿出脑定，定你的心。所以包括这个脑定还有脑气元宝呢，都是非常有趣的产品。各位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到我们的下方链接来参考这个产品页面。那各位如果对于这个 Achieve 奇迹科技有更多兴趣的话，也欢迎追踪他们的脸书粉专哦。各位想不到吧？我们有支线透视。天哪，又要发生什么事？我们现在呢有3个物体，然后这3个物体都被黑色的绒布所遮掩。目前有6位并列第一，所以这6位的并列第一可以再选出6位要不要进这一个支线。是我报恩的时候了，来到家师傅，那就是我来结缘吧。耶！